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！这个人口下降的好处呢，竟然来得如此之快。上个月呢，正好是这个小学生初中报名的一个时间。我有一个朋友家的一个孩子呢，刚好今年呢也是该上这个小学了。因为这个小学和初中呢，现在都是实行这个划片机制嘛，在7月的时候呢，都已经在网上进行了这个登记，划片呢也是出来了。本来呢，按照他所填写这个信息呢，是划到他家附近的这个学校。可是呢，我朋友家的这个房子是在那里，但是这个人呢却不在那里住，所以说孩子在那边上学呢，这来回接送也非常的不方便，就想把孩子送到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上学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凡是没有按照这个划片来上学的学生，再去别的学校呢，除非呢你有熟人之外，还得掏一部分的这个钱。那要想去更好的一个学校啊，比如说这个实验小学什么，还要拿更多的这个钱，而且有的人拿钱呢也不一定能把这个事给你办成。可是今年呢，这个政策感觉比之前呢确实是松了很多。听这个老师说呢，小学这个3天报名的时间都已经结束了，马上呢就要开学了。可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呢，生源呢却比往年整整是少了1/3。也就是说呢，之前招生，比如说我小孩上学的时候，一个年级的话差不多有7个班，每个班大概是50个人左右。可是今年呢，却只招了差不多3、4个班左右，而且呢，学生每个班还不足50人。然后这个老师就说呢，只要你到了这个年龄，只要你现在呢到这个学校来报名，基本上呢都是能够上的。因为呢，这个学校基本上现在是人员很少，学生很少。说实话呢，当时呢这个消息我听了之后呢，第一感觉不是说这个划片问题怎么样，而是觉得呀，现在人口下降如此之厉害，而且这个好处呢也明显出来了，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前段时间这个幼儿园的一个关停潮，这个消息也是刷爆了这个全网。说实话呢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还没有感觉到啥，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呢，有很多这个幼儿园，有的是关门，有的是倒闭，有的是招不到人啊。当时呢我还没有怎么在乎，没有那么在意，现在呢我才感觉到真的是不敢想象。还有就是前2年啊，说实话，我家这个老二呢上这个幼儿园报名的时候，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我孩子呢上的是这个公办的幼儿园，说的是划片，但是呢我也想让这个孩子呢在附近这个公办的幼儿园里面上课。之前呢早就听说了，不是附近的肯定是不好进去了。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就找到了这个老师，老师直接就来了一句，你们在这个附近住吗？我说是的，然后呢就报上了名。回来之后呢，我还跟我朋友说，这不是挺好报的，这也没有什么要求了。最后才知道，这个幼儿园前2年的生源呢，就比之前直接是少了1/3还要多。而且呢，这次又感觉这个小学生的生源呢也紧张了，真的是都在为这个人口危机感到焦虑。可是在我看来，这明明就是一件好事嘛，起码上学难这个问题是解决了。现在这个小学幼儿园生源减少，可能再过几年呢，这个高中大学呢都会减少。未来呢，估计像什么看病难、就业难、高房价的问题呢，也都会有所缓解，再也不像我们之前那么个80后、90后那么内卷了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呢，可能也都会有所提高。一旦生活变好了，可能就有人愿意生孩子了。可能我还是觉得有些怀旧吧，感觉小时候的生活也是挺美好的。虽然说穷点，可是那段时间呢，没有现在那么累，空气呢也是清新的，吃的也是安全的。所以说这个人口红利的一个消失呢，本来它就是一个伪命题。社会经济呢有着很强的一个自我平衡的能力，也相信我们的未来生活呢会越来越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这个故事呢是有感而发，纯粹呢也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，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的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